给我瞄准了打！这有了，这个有了！比邱建良还猛的中国选手横空出世，一招神龙摆尾踹碎了巴西 KO 之王下巴，瞬间躺尸擂台昏迷不醒。酷似坦克邱建良的中国小伙叫刘贵成，惊人的武术天赋和果断的出拳出腿，让他成为了最有可能接替邱建良的年轻小伙。有着聪明的脑袋和踏实肯干的身躯，在擂台上的刘贵成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，但刘贵成总能寻找到对手的防守空隙，从而达到一击致命的效果。这就是刘贵成的恐怖之处。巴西 KO 之王总共来华挑战8次，其中6次都是 KO 中国选手。他的绰号非常多，有巴西 KO 之王，有铁头哥，还有巴西石头人，足以证明此人不仅抗击打能力强，并且还拥有很强的攻击性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刘贵成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刘贵成是来自辽宁的一位选手，所以很多拳迷粉丝都称他为辽宁邱建良。面对强势来袭的铁头哥，刘贵成非但没有畏惧维克托，并且还拿着拳脚进攻来与维克托展开激烈的拼拳换腿。迅速进入到状态的刘贵成率先拿到赛点，反观维克托也毫不示弱。这个俱乐部的铁头哥，这个维克多，很有个性的绰号。是。那为什么叫铁头哥呢？他除了在泰国打缠马赛之外呢，也打缅甸拳，头锤啊，跟对方拼头锤，太恐怖了。对，心理素质非常过硬，是，然后抗击打非常好的一名选手。对，而且他打缠马是仰赖他的拳法来 KO 对手。两人之间相差了足足有12岁，对于刘贵成来说，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毕竟维克托的年龄偏大，自身的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。反观刘贵成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拿着拳头就开始对着维克托的脑袋狂轰滥炸，连续的重拳对维克托根本不起效果，足以见得维克托的脑袋真的很硬。刘贵成是占了上风。是。那维克多上一场比赛对上蒙国东，被蒙国东揍了一顿，但是蒙国东好像赛后也说是对手很难打。对，很顽强的一位选手。那蒙国东习惯于后程发力。对。那蒙国东凭借了多场优异的表现呢，拿到中日对抗赛的门票。那即将在中日对抗赛对战左右田泰成，号称日本65公斤级最有实力的选手之一。对，然后也是经验非常丰富、成绩非常好的一名日本选手。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。对，虽然维克托的年龄已经很大了，但自身的实力绝对不能小看，所产出来的威胁还是可以威胁到刘贵成性命的。头部多次受到重创的维克托很淡定，看来这些拳头并没有威胁到维克托，并且还向观众证明了维克托那些绰号的真实性。面对头部十分坚硬的维克托，刘贵成也在积极寻找 KO 维克托的方法。练拳啊，拿了出场费1500美金，这个钱不好赚了。最后他还拿了一个金肘奖，那肘很厉害，拿了500美金的一个奖金。一名很有故事的选手。是。然后他也跟这个单猜打过缠马，打65公斤级的，当然是单猜赢了。对，也应该是常年在泰国老虎拳馆训练的一名巴西选手。对，他也输给孙维强，因为他的手被孙维强给踢伤了。可别忘了，刘贵成可是最有希望接替邱建良的年轻小伙，体内所富含的打法和精湛的战术，必然会成为 KO 维克托的秘密武器。此时的维克托精神面貌良好，体能充沛，时时刻刻都在给刘贵成造成威胁和不必要的麻烦。一直猛打猛冲的维克托想和刘贵成打内围对抗，然而刘贵成则是喜欢偏向于中远距离，毕竟坦克邱建良最擅长的就是中远距离。上场比赛对上亚历克斯，很可惜，3回合先为点数嘛，28、29输了一个比赛，但是他的一个转身后旋踢啊，就是踢得非常漂亮。好，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。那维克托在泰国打缠马是靠他的拳法来 KO 对手，但是呢，这场比赛他教练发现这个维克多的拳法不如刘贵成，所以叫维克多不要出拳了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经过一波接一波的试探，刘贵成已经熟悉了维克托的战术打法，并在第1回合依靠精湛的拳法拿到了很多的点数优势。反观维克托依然没有改变策略，继续用头部硬扛刘贵成的重拳。看来刘贵成已经无法用拳头扭转战局。不过维克托一直在猛压刘贵成内围做动作，刘贵成无法将比赛距离长时间控制在中远距离。对于刘贵成来说，此时的比赛陷入了僵局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维克托已经加强了自己腿法的进攻，针对刘贵成前腿膝关节的内侧和外侧，展开了进攻。又是一个膝关节内侧的进攻。但是维克多的膝关节的进攻对上跟之前的荷兰选手来比较的话，他的功力稍微差了一点。对，不管是从这个力度还是准确度，一波有效的拳脚进攻彻底打退了维克托。
但维克托的脑袋依然很抗揍，尽管刘贵成用什么方法都无法将维克托的脑袋打开花，每一次都是硬扛刘贵成的拳法，从而达到实施精准的防守反击。面对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战术打法，刘贵成只能用引以为傲的拳法来与维克托展开对抗。就喜欢出拳。对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下意识的会信赖自己最熟练的动作。对，然后目前我们刘贵成的重拳对于维克多已经造成了一些损害了，已经产生效果了。对，维克多的鼻子被打出血了，比赛进入了医疗时间。这时候其实维克多呼吸是会有点困难的。维克托的鼻子都快被打变形了，但脑袋依然没有任何问题。这个脑袋绝对不是人脑袋。医生在加急给维克托处理伤口，避免血液流出来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。维克托不愧是被誉为铁头哥和巴西石头人的选手，抗击打能力超乎常人，甚至远超人类。处理了选手鼻腔内的积血，然后通过冰敷压制来控制选手鼻腔继续出血，是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。也代表着维克多虽然他有这个铁头功，但是呢他没有铁鼻功，这个难度太高了。对，鼻子是软骨，没办法练的。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能练成铁鼻功。对，练不成的，没办法啊。所以头部的防守还是要做，不能说因为你有铁头功就不用防守。对，因为你的鼻子被打出血以后，会给裁判留下一个连续的拳法命中，已经摧毁了维克托的第一道防线。然而刘贵成并没有急于求成，而是继续用拳法来与维克托展开对抗，各种刁钻的拳法和腿法全部都实施了出来。由于维克托的鼻子出血，每一次出动作都要深呼吸一次，不然一口气上不来，可能会直接猝死擂台。浴血奋战的。刘贵成中近距离的勾摆打得很漂亮。好，整个过程应该有效果。这是他教练 AD。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维克多的教练急得一头都是汗呐。是，可是没办法，这个维克多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好，维克托的身体出现了摇晃，晃来晃去，影响了维克托最基本的攻击能力。幸好比赛时间到了，不然维克托很难再坚持下去。到了第3回合的维克托依然不在状态，回合刚开始就挨到了刘贵成一套组合拳。照这样打下去，就算维克托没有被刘贵成的拳头打成筛子，也会被刘贵成打毁容。所以如果对上这个下巴比较硬的，其实打鼻子就对了，或者是打这个鼻子跟这个眼睛的中间，他都看不到。刘贵成还是很坚决地贯彻了自己的战术，就靠一双拳头从第1局打到了第3局。好，转身后蹬，哇，再回头再一个转身后摆拳，这个转身后蹬接转身后摆，这个很奇特的一个组合。对，相当不错，再把它转回来嘛，平常都有练过的。投鼠忌器的维克托开始实施搂抱。第1回合进攻欲望强烈的维克托，一次搂抱都没有实施过。到了第3回合的维克托就跟变了一个人，搂抱的次数变得非常频繁。反观刘贵成要准备实施邱建良的招牌动作了，此时的维克托已经快被刘贵成的拳法打崩溃掉了。哇，这个蓝方维克托可能要多看一下，像刚刚的这个俄国的亚历山大的他的一个闪躲的方式。跳膝，不管比赛打得怎么样，维克托这个铁头这个绰号真的是名不虚传。遭受了这么多次重击，毫无面对已经拉开距离的刘贵成，维克托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，其后就被刘贵成一脚踹飞了出去。这一脚直接把维克托打休克。本来打比赛就需要大喘粗气，这下倒好，差点被这一脚直接送走。要不是裁判救助的及时，恐怕维克托当场就会没了呼吸。高蹬，哇，终于完全破了铁楼功了，拳法压制了两局多，然后靠。这一招刘贵成等到了很久很久，等待的就是维克托的体能不支，却进攻欲望很强。那样的话，刘贵成只需拉扯距离，其后闭着眼实施神龙摆尾就可以了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刘贵成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